宋大圣，宋大圣！一根金箍棒打遍神佛鬼妖，何曾低头？一颗赤子心不见世间善恶，岂为生死？今日天地为你送行，万民为你悲鸣。宋大圣，丧钟敲响，声传三界。究竟是何人葬礼，竟能撼动天庭根基？我的汤！何人在此造次？给我停！什么？居然没有一丝作用！一拜谢大圣道魔诛邪，护佑苍生。宿主为孙大圣举行送葬仪式，系统奖励如意金箍棒、救命猴毛500年寿命。这般盛大，竟然是那孙悟空的葬礼。二拜敬大圣不畏强权，敢战天命。三拜愿大圣阴魂不灭，万古长青。恭喜宿主找到本次殡葬任务对象。什么？你是说我要送葬的人是？敢问阁下可是齐天大圣孙悟空？你是？我是你请来的殡葬师陈默。大圣，你为何沦落至此？大圣，你为何沦落至此？想当年，俺老孙与那6耳猕猴一路从花果山打到南海，天上地下无人能辨真假。谁知那如来竟然视我为假，叫我这样灵山这500年，每日受那万佛噬心之痛，听着地上那家伙顶我名号，取经成佛。好小子，你且替俺老孙办一场震动3界的葬礼，叫3界皆知天上坐着的斗战胜佛是假货。纵使身亡，老孙亦化作不灭战魂，齐天大圣可以生死道消，但永不归佛。俺老孙这一生不服天不跪地，只认本心。他日统领3界，亦要奋进灵山为佛，踏碎交通天阙，让这天地记着齐天大圣可以陨落，但永不成佛。大圣走好。好，这未完的心愿，我陈默定替你达成，为你证明。王口小儿，吃你猪爷爷一耙！你他娘的怎敢办葬礼，诅咒我猴哥！猪八戒，你且看清楚，哪个才是你真猴哥？我猴哥盖世英雄，你竟然摆个假猴子骗俺，找打！那你可识得此物？金箍棒，你怎么能挥动金箍棒？难道猴哥真的？不可能！俺大师兄乃不死不灭的斗战胜佛，怎会陨落？又怎会找一个无名小卒操办后事？定是你这狗屁殡葬师弄的障眼法！看俺老猪不爬死你！唉，果然是个呆子。你自己看吧。陈老弟，葬礼之后，第一个来的定是我那二师弟。他有点呆，但心肠不坏。若是不小心冲撞老弟，还请老弟千万别见怪呀。师兄，大圣放心，我定不会同他计较。猴哥，我猴哥金刚不坏之身，为什么会变得如此瘦弱？残魂怎么会是残躯残魂？我猴哥的真身在哪儿？我猴哥的真身究竟在哪儿？不会的，不会的，说好成佛之后一起喝酒呢。酒我备好了，猴哥你怎么先走了？哼，还敢打嘴炮？把他洗干净了，直接蒸了吃。是。哎呀，放开我！猴哥，救命啊！
这妖怪真要炖了俺老朱！你这呆子怎么又被抓住了？听好了，这天底下能欺负这只猪的，只有俺老孙。大师兄！快跑啊！呆子，叫你莫要独自探路，谁有可能？猴哥，俺老朱这不是想早点取经成佛，咱兄弟一起喝酒吗？成了佛还想着喝酒，你都快成人家的下酒菜！你个呆子！你是谁害了俺猴哥？没想到他的煞气这么强，不是我不说，是你猴哥特意交代，怕你也遭了劫难，还是冷静不下来吗？既然如此，再让你看一段影像。陈老弟，俺那呆子师弟最是憨直，知道俺出事，定要去给我报仇。就像当年在小雷音寺的时候，俺被困在那金钵里，原以为他会像以前那样上映着散伙，结果他却求来了这辈子能求来的所有神仙救我。这个呆子，陈老弟，俺老孙拜托你，一定要帮俺拦住那呆子，绝不能让他因为帮俺报仇丢了性命。他那点本事用来享福者。你这早问的弼马温，你死了，俺老朱活的还有什么意思？不让俺报仇，俺偏要去报仇！有本事你活过来阻止俺呐！别的幕后黑手俺不知道，但那峨眉山闭关500年的猴子定是祸首之一。看样子他心意已决。何人在此办葬礼，诅咒俺老牛的贤弟。何人在此办葬礼，诅咒俺老牛的贤弟。皇后还没和我再战300回合，怎么会死？老牛，三太子，猴哥死得好惨呐！天蓬元帅，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就是啊，俺老牛的贤弟怎么会突然死去？一言难尽呐。两位随俺老朱来。两位，他知道俺猴哥怎么死的。说，是谁害死俺兄弟的？我敢说，你们真的敢听？你是看不起俺老牛？知道犀牛贺州为什么叫犀牛贺州吗？你是看不起我哪吒？知道李靖为什么整天都拖着一个塔吗？只是你们二位的本事，比之孙悟空如何？不遑多让。不分上下。可孙悟空死了，惨死，含冤而死。你们也想含冤而死吗？能让猴子含冤而死的，确实不是一般人。但这个事情绝不可能就这么算了。没错，贤弟既然叫俺老牛一声大哥，那他的仇俺老牛必须给他报。牛魔王，你的孩子还在人家手里。哪吒，你2个哥哥也在人家手里，你们确定要和对方翻脸？等等，你说的是佛门？是佛门害了俺兄弟。施主处心积虑污蔑我佛门，是何居心？好大的脾气，居然还敢主动现身！我这还没掀桌呢，来的倒是快。所以，俺老朱问你，猴哥究竟是怎么死的？杏坛使者斗战胜佛，在峨眉山好好的，你为何要诅咒你师兄？哼！全入的斗战胜佛，取完经后就一直闭关。花果山落魄成这个鸟样子，他都没回来过一次。俺老朱特意去找他喝酒，也不离啊。杏坛使者，你着相了。既已成佛，自当6根清净，外界的俗事俗念早已与我们无关。你若是真的6根清净，为何特意跑来警告我？我佛慈悲，观施主罪孽深重，罪业缠身，特命本座前来助施主解脱。冠冕堂皇，小孽可就直说。施主已入魔，本座帮施主解脱。休想掩盖真相！你们2个还愣着干什么？我儿子在他那儿做善财童子，我二哥在他那儿做灰暗行者。可恶！你们2个还真被那家伙说中，把柄都在佛门手里。哼，这就是佛门的慈悲。我佛助他们修成正果，早登大宝，这是功德。
说牛魔王和哪吒为什么不敢动手？那是因为他们知晓对错，不像施主魔根深重。贫道觉得倒是可以让他先说说我那贤弟是怎么死的。是谁？若他真是胡编乱造，将他就地正法也不迟。此事事关我佛门声誉，还请镇远大仙不要过多干预。此事事关我贤弟，还请佛门不要强加阻拦。道友，是非要参合此事了。没办法，我与那猴子结拜时，得过天与地。再斗下去，这方天地就要碎了。天碎不碎与我无关，地碎不碎就要看你本事了。道友真要和我佛门不死不休？要佛门要，真以为你佛门能只手遮天？镇元子，你当真要比本座小霸33亿化身？求之不得。阿弥陀佛，拜见世尊。这么大阵仗，佛祖竟然都亲自来了，看来这件事背后当真另有隐情。道友言重了，本座前来只是不想误会加深，特来解释。那看来我面子还挺大，竟能让佛祖亲自来解释。阿弥陀佛，何为大，何为小？须弥那芥子，一沙一世界，无所谓大，无所谓小。好一个如来！道友莫要妄动无名，徒增业障，只是一场误会。误会？我那贤弟的残躯就在关中，万寿悲鸣，天地同悲，这也是误会。佛门若心中无鬼，为何阻挠他人言明真相？道友如何确定他人所言就是真相？意思是只有你佛门说的才是真相？荒谬！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如来，你就算说破大天，假的也无法变成真的。那请施主判断一下，这是真是假？孙悟空，今日你退下魔躯，功德圆满，立地成佛。我才是大圣。至于这具魔躯打入凡间，收来，这笔仇我一定会报。阿弥陀佛，尔等皆被魔躯蛊惑，切莫再毁我佛门声誉。给我下葬礼订单的是孙悟空成佛前退下的魔躯，那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受到魔躯蛊惑。善哉善哉，真相大白，施主还有何话要说？怎么可能是退下的魔躯？俺分明在这残躯上感知到猴哥的真灵。对，还有金箍棒。金箍棒和猴哥征战一生，早已通灵。如果只是一具魔躯，金箍棒怎么会跟随魔躯离开猴子真身？净坛使者，你着相了，兵器再通灵，也只是一件兵器。世尊若真想针对孙悟空，你觉得孙悟空有机会逃脱吗？莫要再执迷不悟。可是在这残躯中，还没有感受到丝毫魔气，只有冲天战意与愤恨。净坛使者，你感受不到魔气，是因为你已入魔。八戒竟然真的入魔了！佛门说的难道是真的？净坛使者，还不速速打坐入定，随本座回灵山净化魔气。俺不走，俺要在这里陪俺猴哥。镇元大仙，救俺！俺猴哥若在，一定不会让他们把俺带走。道友强行将我贤弟的师弟带走，不好吧？净坛使者乃我佛门中人，佛门内部事情，道友也要管。我看未必。什么佛门？俺老朱才不是你佛门中人！快放开俺！你果然入魔了。放开俺！可恶的佛门，又来这招！弼马温，你还有灵在就坑一声！你就这样看着他们欺负俺吗？大圣，
这是你给我的谢礼。若你还有灵，就消耗。哼！哈哈哈哈！哎，哈哈！俺就知道你那破棺木是假的，什么魔躯全是幻象。我们在害死我猴哥，还要你们偿命！金坛使者，你彻底入魔了。如果反佛门就是魔，那俺老朱今天自甘堕魔！执迷不悟。既然如此，本座就先度化你。什么？这是你在捣鬼？也罢，本座就先度化你这个妖言惑众、亵渎佛门的罪孽。你不能杀，贫道还有话要问。请师尊出手，帮弟子度化妖魔。本座正在面对更加强大的敌人，无暇顾他。谁能让世尊如此？难道是那几位出手呢？道友今日就要与我佛门结此仇，对吗？你们找死！可恶，惊动的大人物越来越多，不能再这样僵持下去了。道友与本座争斗，无非是想问此恶了几个问题。去你娘的问题，吃俺老朱一耙！道友稍安勿躁，我们先搞清楚事情始末。是那位出手了吗？行，听道友的。那个谁，俺猴哥到底是怎么死的？现在可以说了吧？道友但说无妨，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佛祖也不例外。镇元子对上观音还行，对上佛祖则要勉强很多。敢当众说这个话，看来是菩提祖师来给自己的徒弟讨说法。大圣的死与当年真假美猴王的一战有关，被打死是真的孙悟空，活下来取经成佛的是六耳猕猴。就知道你会这么说，魔躯的话也信。诸位道友，先前已经看过光幕中发生的事情，是非曲直无需本座再次重复了吧？一个光幕而已，以你们的道行，想怎么改变不行？凭此伎俩就想诓骗诸天道友，佛门未免太小瞧满天诸神。阿弥陀佛，满天仙神都知晓我出家人不打妄语，反倒是你这邪魔的话语，有几分真几分假，道未可知。可笑，出家人不打妄语，就不会强行把六耳猕猴说成齐天大圣了。用未有之事抨击我佛门，道友果真是邪魔在世。你说出家人不打妄语，有什么可以证明？我佛门道果即是最好证明。这算什么证明？佛本是道，你们成佛之前说过多少谎言，结果还不是成佛了？或者要我叫你原本的名字，慈航？该死的邪魔，想害我佛门声誉！道友当我不存在？修道是以前的事情，我等早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自不会再打妄语。可你刚刚还动怒了，成佛后不是戒掉了贪嗔痴怒吗？你会发怒，证明你同样会打妄语。观自在，你入魔了。阿弥陀佛，多谢世尊指点，是弟子着相了。可恶贼子，竟敢坏我佛心！哼，好一个入魔，早不入魔，晚不入魔，被人戳穿就说是入魔了。你佛门还真是要脸啊！可恶，不能再分心了。莫要再浪费口舌，有证据就拿出来，没有还请闭嘴。证据在这里。敢问菩萨，六耳猕猴当年不是被打死了吗？现在怎么非但没死，还成了佛？你果然不是俺师兄，俺打死你个冒牌货！好一个出家人不打妄语，佛门竟然把3界都给骗了。道友还有何话好说？菩萨，师尊，救我！是你们要我报仇孙悟空取经成佛的。如今事情败落，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六耳猕猴已经自己招了，佛门还有何话要说？六耳猕猴，你好得很！你本事不在二郎神之下，竟然故意被擒，借机报复我佛门。冤枉啊！二郎神的本事比孙悟空还要强，我实在斗不过他。孽障，你的本事如何，我岂会不知？早知今日，当初就应该将你一并诛杀。没错，孙悟空是本座让六耳猕猴杀的。那泼猴屡次不听本座教诲，到处惹是生非，耽误本座取经大业。
索性就让六耳猕猴将之替代，这时本十分隐秘。没成想那泼猴竟然有一缕残魂逃脱。好一个声东击西，小犊子把所有事情都揽下。佛门真当三界诸神都是傻子，还是把如来当瞎子，在他眼皮子底下做这些事情，他能一点都不知晓？以本座之命偿还孙悟空之命，给三界一个交代，道友可愿接受？若不接受呢？那道友就是为难我整个佛门。为难你这个佛门又如何？师傅，我们来了！我们今日必须要给我那小师弟一个交代。没错，让他们付出代价，必须讨个说法。此事我佛门已无力承担，背后隐秘是否可说，还请陛下揭示。什么？道友能否给朕一个面子，不去过问此事？贫道给过陛下面子，这一次不行。朕可是三界之主，列阵。三界之主也不行。贫道就想知道，我那乖巧懂事的徒儿，怎么到了你们这儿就变成了必须得被处死的泼猴？徒儿们，是师祖，结阵御敌，我们也不答应。胡闹！逆子还不回来？就拿他压我！我的塔！你进，1000银塔，你叫我逆子，我不挑你的理。可是现在，你应当叫我什么？道友真要为了一只猴子与朕翻脸，反出三界？天若不仁，反之又如何？我好像看到了大圣当年大闹天宫时的画面，不过这一次孙悟空不再是单枪匹马。你们须知，三界能正常运转，百姓能安居乐业，全都靠天书维持。天书若是能随便更改，那三界将永无宁日。须知天命难违。陛下，您任性了这么久，明知天书有错，若还不肯改，外甥可就要造您的反了。1块石头2斤，3只眼睛带条狗，不愧是天庭3大反骨仔之一。好，好，好，你们都要造朕的反是吧？你们真要为了一只猴子与三界不宁吗？大圣当年敢问凌霄殿，今日我问便敢问这天书。若天命不公，我等何惜倾此身，为这天地重铸清明。天命若是错的，就应当改。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三界走到大乱边缘，都怪你这祸害，陪朕死！让三界大乱不是我，而是身为三界之主的你。说你又不听，听又不做，做又做错，错又不认，认又不改。有你这样的三界之主，三界如何不乱？兄弟牛啊！难怪俺老牛的贤弟会找上你，你是真的牛。反了，朕乃三界主宰，你竟敢如此辱骂于朕！天兵天将听令，诛杀刺苗！哎呀，不就是大闹天宫吗？当年贤弟能，俺老牛也能！冲啊！上，灭了他们！李靖，打命来！这，你难道真的想弑父？打你是父王，没他我要你立刻就亡！佛祖，救命啊！尘缘已了，施主何必抓着执念不放？不来，这是我李家的私事，放开我！执迷不悟，施主的塔因佛门而碎，本座自当陪施主一座。以冥顽不灵，罚给塔内念1000年。李靖如来，万算我！好一个冠冕堂皇，狼狈为奸！你佛门是真把不要脸玩出了新花样。李靖，你更是二五子，玉帝还在，是怕别人不知道你是佛门的卧底啊！大胆，休要挑拨离间！无论是佛门还是道教，都是陛下的臣子。所以只要都是玉帝的臣子，判出道教也没关系，是吗？莫要在这里挑拨佛道之争！
你已经死定了，是吗？你先看看你的身后。李靖，我死！哪吒你，陛下救我！这个佛门卧底，陛下还要留着继续当天庭的兵马大元帅吗？佛祖救我！佛门要当着玉帝的面证明李靖是你们佛门的卧底吗？小贼，本王与你同归于尽！我拿当年流的泪，为了当年的金身，我自己前因后果今日报销。落魄谷中寒风吹，春秋蝉鸣少年归。荡魂山处食人泪，宿命天成命中败。仙尊悔，哪吒不悔。当年因果既已化解，哪吒还不归位？我和李靖的恩怨化解了，但和你的还没有。世间多少离别，多少伤痛，多少无奈。所谓天命，全是由你书写。你随手一笔，就是一桩人间惨剧。贬我做猪妖，逼我夫人和子母河的水，借腹生下夜叉国唯一的血脉，让红孩儿成为灵山的罪证。为了西行，逼我大师兄和兄弟反目，我师父和女儿国国王相恋，却又拆散。说这天书就是要让世间充满苦痛，反了这天又如何？玉帝，你天书上可有写今日之天命？蝼蚁也配谈天命？朕随手丢下一颗桃子，就能化作桃山，让你万般本事，也只能看着你娘受苦。朕随口一道诏令，就能让你父俯首称臣；朕随意布下一子，就能让你乖乖听话。朕随念一笔，就能让你变成猪，让你西行，让你们师徒历经无数磨难。朕随笔一画，你这不该出现之人便会永远消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容易，但问题依然在，好比无用。陛下还当隐退了就好好隐退，一把年纪了，非要出来感受一下天命不可为。什么？怎么了？刚才不是很狂吗？你继续狂啊！在举办葬礼期间，宿主无敌，圣人亦不可伤宿主分毫。没有金刚钻，我敢搅动这三界风云。你不是这方世界的人，你到底是谁？我，一名普普通通的送葬师罢了。需要给你安排一份特殊的殡葬服务吗？你虽然不在三界内，但仍然在五行中。你的生命结构并不复杂，杀不了你，可以镇压你。这怎么可能？你不愿意成为我的客户，就别怪我继续造你的反啊！皇王，难不成你还真想给朕送葬？凭什么你能高高在上？以桃山压母子之情，以诏令屈父子之意，视苍生如蝼蚁，操弄命运为嬉戏。就因为你掌握着天书，命运何其不公！大圣披肝立的9981难，108000里地，却未出天命半步，如此不公，谁人能服？吾等虽微末凡尘，亦敢向天挥刀。这凌霄殿该换新天了。换新天？就凭你们这些蝼蚁，今天朕就让你们看一下，什么叫做圣人之下皆是蝼蚁。玉清元始大天尊，上清灵宝大天尊，太清道德大天尊，紫薇大帝，五方五老，布阵杀敌。陛下，让这些蝼蚁们明白，他们能活着，不是他们法力高强，只是因为上天有好生之德。函谷幡，给我烧！诛仙阵，给我烧！太极图，给我震！糟了，万灵图！六魂幡，呼！万仙阵，手！道友，当真要与天道对抗到底？贫道只想为徒儿讨回一个公道，为此三界化混沌也无不可。你真要重演混沌？我又不是三界主宰。传言菩提祖师是通天教主的分身，以前不信，可如今看这脾气本性，怎么越看越像。三位大天尊联手，也不能拿下此人。能，只不过三界要重演一遍。你点个头，我们立刻开干。三位大天尊联手，也不能拿下此人。能，只不过三界要重演一遍。你点个头，我们立刻开干。你们
都说天庭3大反骨仔是1块石头2金藕，3只眼睛1000条狗。依朕看，这3位老祖才是真正的反骨仔。不就是师尊把3界之主的位置给了我吗？这么多年了，有必要一直耿耿于怀吗？师尊，您真是害苦了朕呢。师尊，师尊，拜见大道圣人，拜见大道圣人。怎么连这位顶级大佬都惊动了？难怪这家伙先前一直说俺老朱不够格搅和这件事情。拜见大道圣人，没想到我那徒儿的一点冤屈，竟然连大道圣人都惊动了。界外来客，大有为何而来？为大圣送葬而来。可以完成。大圣遗愿尚未完成，请你替俺办一场震动3界的葬礼，让所有人都知道，莲台上坐着的斗战胜佛是假货，齐天大圣可以死，但永不跪服。他日重临3界，定要焚尽灵山尾婆，踏碎9重天阙，让这天地记住，齐天大圣可以陨落，但永不臣服。冤屈是否属实？不敢欺瞒师尊，此事乃朕之过失。玉帝，难怪你不择手段的包庇佛门，看来你们是狼狈为奸。就是狼狈为奸。请大道圣人查明真相。请大道圣人查明真相。朕已承认，此乃朕之过失，你们还想怎样？大不了赔你们一个孙悟空。我杀了一个人，把他救活后，能代表我没杀过人，不是杀人犯？真相如何？策划西游亮节的时候出了点小岔子，在书写天书的时候，孙悟空比预定时间晚了500年出生，于是朕找到六耳猕猴，让他代替孙悟空大闹天宫取经，并计划在真假美猴王一难中将六耳猕猴解决掉。如此一来，再没有人知道天书出错的事情。可没曾想，最后被解决掉的是孙悟空。的意思是，俺老朱认识的猴哥是六耳猕猴，俺想要打死的六耳猕猴是俺猴哥。笑话，俺老牛和谁结拜的，俺会不知道？真假美猴王的时候，你们能分辨出谁是真的，谁是假的？那大闹天宫总不可能也是假的。大闹天宫的是六耳猕猴，那拜师学艺呢？菩提祖师不可能分辨不出六耳猕猴与孙悟空。菩提祖师教的就是六耳猕猴，六耳猕猴学会本事，再假扮成菩提祖师教孙悟空。孙悟空若是没去邪月森天洞，没大闹天宫，后面的故事怎么接得上？能接上，因为孙悟空也大闹天宫了，不过不是真实的天宫，而是昊天境虚幻出来的天宫。孙悟空经历的一切都是虚幻的，直到真假美猴王这一代，孙悟空才从虚幻中出来，所以他才会坚定地认为自己是真的。孙悟空甚至委托送葬的人给他证明，朕的计划原本天衣无缝，但没想到，原本应该死去的六耳猕猴却活了下来，所有计划全都变成了笑话，甚至让3界之主都不得不捏着鼻子承认六耳猕猴才是孙悟空。不对，别的地方会出错，知晓内情的如来不可能出错。在佛门的地盘上有如来坐镇，六耳猕猴不可能有机会将孙悟空打伤。陛下，事到如今还不如实交代。你也觉得这里不会出错，对吧？朕也觉得这里不会出错，可偏偏在这里出了最大的错漏。戏耍朕很开心是吗？让朕都不得不承认你是孙悟空，并且在天书上永远留下这个最大的错漏。怎么能你要杀俺，还不允许俺反抗吧？你想反抗，被孙悟空打死，本就是你的天命，让你无法无天的活了500多年，你不思天恩浩荡，竟想着反抗。为生且贪生，更何况他还看过这世界最美的晚霞，吃过王母的蟠桃，喝过玉帝的酒，甚至坐过玉帝的位置，我怎么可能甘心去死？所以你就害死俺猴哥。呆子，你叫了俺500年猴哥，俺遇难的时候，你找了所有能找的神仙朋友帮忙，你真以为这是你本心的想法？这些都是天书上写好的，是已定好的果，你做的一切
都是根据这个果形成的因。什么意思啊？就比如你被妖怪抓走，不是因为你不小心，也不是因为你实力不济，而是有被妖怪抓走这个果，你才会有不小心被抓的因。我们的命运早就在天书上写好了。老牛也一样，不是因为灵山屠了罗刹国，铁扇公主才会怀上红孩儿，是因为铁扇公主要怀上红孩儿，罗刹国才会被灵山所灭。什么？我们做的一切早就在天书上写好了，然后天地大道，阴阳无极，世间一切会让我们朝着那个方向去做，这就叫做天命不可违。二郎神也一样，你真以为玉帝不知道你母亲瑶姬仙子偷偷在凡间成家？她比谁知道的都要早，因为天书上早就写明了，是因为需要你二郎神出现，所以才有你母亲被押逃山，你手刃9只金乌的事情发生。这都是祭子的我当初看似有选择，实际如何选择早已确定。说够了没有？现在可以说为什么当日在灵山死的是孙悟空，而不是你了吗？说够了没有？现在可以说为什么当日在灵山死的是孙悟空，而不是你了吗？演戏呢？事情过去这么久了，你这个幕后主使会还不知道原因？真有必要骗你？你把三姐都骗了，你现在没有信誉度。你说什么？就知道欺负老实人，你就是骗了三姐。六耳猕猴，看你干的好事，三姐都不相信朕了。相对于你对三姐做的事情，这顶多只能算是一点利息。你们懂什么？你们以为三姐那么好管理？小到谁家丢了一只鸡，求上天保佑找回来；大到哪里发生洪涝干旱、饿殍千里，爱恨情仇、贪嗔痴念，神佛妖魔各怀心事，每天需要上天处理的事情多到数都数不过来。若不是有天书，若不是命中天定，三姐早乱套了。说的冠冕堂皇，但实际上哪次不是天书出了差错，你再着急忙慌的去打补丁？有时候你甚至特意制造一些洪涝干旱，令凡间人相食，就因为天书上面多写了个零，100万人诞生变成1000万人诞生，所以你就要让900万人死去。最可气的是天书无错，人间太平，百姓安居乐业，但你却感觉凡人缺少对神明的敬畏，于是降下天灾，令方仙居干旱3年，美其名曰郡守不敬上天，实则是因为百姓过得好，对你无所求，导致对你供奉的香火有所减少。你故意降下灾难，恫吓黎民百姓，让他们时刻牢记敬畏上天。难道上天不值得敬畏吗？若不是神让出大地，你们哪来安全的居所？若不是神给你们崇高信仰，你们哪来奋斗的希望？神把文明带给你们，教你们生存，只为能让你们生活得更加幸福。神为你们操碎了心，难道神不值得被你们牢记？你们取水方便，却忘记了挖井的神，难道不应该被惩罚？神不是已经高高在上了吗？还想怎么样？难道神修了路，就必须让所有人千百世都要给这条路交钱？有人迟疑，就说这个人没良心。但是你们早就把当初付出的千百倍赚回来了，为了赚取功德，却说的自己有多么的大公无私。神的嘴脸还是那么丑陋。六耳猕猴，不要再说那些没用的废话了。说，为什么当日死在灵山的是孙悟空，而不是你？说。鸟儿，你让我信那本破天书上写的庙，还不如信我能打过红军道祖。那玩意儿要真有准，俺今天就不会站在这儿。凭什么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的一生要受一本书的版本？不就是要和天斗，要搏出一个不一样的结果？所以你不是为了活命才杀孙悟空，你是为了反抗天书。逆天就凭你一个连自己天命都逃不脱的棋子，也配谈逆天？是，还是棋子。但你这下棋的人，就没想过棋子也会扎手吗？你们以为孙悟空是怎么死的？真以为是如来那破金钵能定住的？真以为俺一棒子就能打死那个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金钵定不住，什么意思？业障还不速速现形！
辅佐，你也不怕他把这捕鱼给打破跑了？他跑不了，这喉头已被我这捕鱼的法力镇住，你大可打开看看。他对我说了3个字。快说，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我哥到底对你说了哪3个字？手吧！放你娘的屁！猴哥夫人冒牌货动手，你编故事也不编得像点。你莫不是想说你杀了我这贤弟是为了成全他？大圣若真想死，方法多的是，为何非要假持六耳之手？为何非要死在灵山，死在如来的金钵之下，死在这众目睽睽的真假之辩里？除非……我明白了。道友，你明白什么了？你可不能像这假货一般胡说。叔兄，这厮并未胡说。六耳猕猴善灵音，能察理之前后，万物皆明。他与大圣本一心，又岂会不知大圣所思所想？你这又是在打什么哑谜呀？俺老朱怎么听不明白了？朱兄，你可知大圣唯有借六耳之手身死，死在灵山眼皮底下，才能真正跳出3界外，不在天书中。我真是越听越糊涂了。呆子，呆子是你能叫的？且慢，天书运转，道果为因。你在天书上为他写定的那个死字，唯有真正发生，这天命才能运转。届时，所有人，包括你，才会相信孙悟空已死，而那一缕趁此间隙挣脱下界的残魂执念，才能从你眼皮底下真正消失。一派胡言！天书之下，众生皆在侧，何来脱离掌控之说？那你又该如何解释这棒子为何会听从我这外人驱使？原来如此，我那贤弟又玩了一手瞒天过海。说的没错，孙悟空那混蛋以师入局，不仅把俺当做棋子，连他自己也是。可他把如来和玉帝都耍了，所以俺乐意。妖言惑众，当诛！玉帝老儿，孙悟空把一切都算到了，包括今天，包括现在。你可知他留给俺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什么？在俺葬礼那日，便是真相大白之时。届时你替俺问他们一句：这天命，你们服是不服？国造，孙悟空之言属实。真的？我们观音私心作祟，妄动杀念，篡改天命，当罚。如来视察之过，难辞其咎。艺术沉默，皆引万界殡葬，虽是变数，却也引出了这段因果，功过相抵。然3界运转，天道有序，孙悟空之劫虽源于私心篡改，却也契合天道运转中劫数之理。真假猕猴王本为西行谅解一难，旨在磨砺心性，辨明真伪。孙悟空劫恶，六怪昌，2个强人必杀死这地方。道祖，那俺猴哥就白死了吗？非也，冤迹已明，自当补偿。玉帝，弟子在。孙悟空负弱取真有中，早死冤屈，吾身为3界之主，当无与追封，便追封为万圣尊王佛，向3界相护，立庙供奉，以慰其灵。谨遵道祖法旨。我们内部如来当严加惩治，杜绝此类私心祸乱天道之行。观音，罚你入轮回重修一世，领悟众生之苦。遵法旨。至于6耳猕猴，要杀要剐，给个痛快！反正俺早就该死了。你本为天命之下的变数，擅改自身命轨，罪孽深重。但念在你揭露真相有功，罚你镇压于北海海眼，永世不得出。此番风波，皆因天道运行中一点瑕疵而起。如今瑕疵已明，过失已罚，
物常已定，望尔等知晓，天道浩瀚，维系三界平衡方为根本。个体之冤屈于天道长河之中，不过一朵稍显浑浊的浪花。浪花终将平复，长河依旧东流。道祖，晚辈有一事不明，请教道祖。请讲。道祖说，个体冤屈于天道长河中不过一朵浪花。那敢问，若这长河之中浪花皆浊，皆是冤屈累成，这条河还能称之为天道吗？还是说，只是装了一条太多眼泪和鲜血的臭水沟？放肆！竟敢亵渎天道！眼前起射，只见浪花，不见长河之浩瀚。天道无情，方能至公。些许牺牲，只是换取三界安稳，众生繁息。不对，道祖，您说错了。那被牺牲的，凭什么就该是孙悟空？就该是那些被写在命运里，注定要成为结束的一部分人。这不是至公，这是欺软怕硬。你疯了！哼，那可是道祖。大圣要的，不是追风，不是香火，而是他妈的公道。道祖，若维护的天道稳定是建立在一次次颠倒黑白、压抑众生本心，用追风和镇压来掩盖错误的基础之上，那么请问，这稳定是福祉还是牢笼？天道不可违，此间事到此为止。不对，刚才道祖说话时，天书和玉护没有反应，是错觉。道祖仁善，不与你计较。然沉默，你屡次三番亵渎天道，煽动叛乱，扰乱三界。即便道祖宽宏，真身为三界之主也容。闭嘴！这轮得到你插嘴？什么玩意儿？真当自己是什么三界之主？你也配？你系统以本丹权限连接万念生灵心念，不要开麦。权限确认，万界心念通道已连接。万界清真，齐天大圣孙悟空之冤今日已明。天道若不公，便由我沉默，为万界冤魂因此第一声丧钟。除了天命不可违，那我问你，大圣拜师学艺是不是天命？他大闹龙宫地府是不是天命？他被压500年是不是天命？保唐僧西天取经又是不是天命？那为何到了真假美猴王，这天命就错了？为何死的必须是真悟空？为何你玉帝的天书偏偏在这里写错？因为从始至终就没有天命，只有算计。玉帝老儿，你敢让这三界众生听一听你当年亲口说过的话吗？万界含冤者必是蒙尘出，若你们还记得，就把真相还回来。稀有亮节，不容有失。孙悟空晚生500年，寻人接替。你可愿做一场造化，事成之后，许你真佛果位？那时候若真成了佛，得了窥探本源之能，真担心他会看出这天命的笔迹出自谁手，像当年撕了生死簿一样，撕了朕的天书。阿弥陀佛，陛下所虑，即是劫数所起，真假之辩本为其中一环，六儿既已入局，自当顺应天命。天命？这世间万灵从出生到陨落，哪一桩命不是由朕来决定？结束真假猴王，石猴孙悟空当陨于灵山，神魂聚散，以全天道。现在这才是天命。万界生灵啊，看见了吗？哪有什么玄之又玄的天命？那不过是凌霄殿上一支可以随意挥动的笔，那不过是天书之上一行可以任意涂改的字。我们所有人的命，从始至终都只是他玉帝一人的随心所欲。所以，我当年在巨灵山麾下与花果山妖兵血战兄弟们的死，不是结束，只是天书上的一笔消耗。我日夜推算，谨遵天使，又是为了什么？我的阳寿，我子孙的福祸，哈哈哈哈！原来都是写好的，写好的！哈哈哈！大圣爷，那我们拜天还有用吗？定海神针，四海沉浮，好一个天道定数！
原来所谓的定数，就是他案头刻改的一行字。霍佛宁教导我们敬畏因果，恪守天命，难道我们敬畏他、恪守的从来都不是天道之功？二哥，你听见了吗？三界不，万界都知道了，你是冤枉的，你是真的齐天大圣，你是真的齐天大圣啊！贤弟，你这齐天二字名副其实。是儿。已成，冤屈已雪，英灵归乡。齐天大圣魂兮归来，花果山根，万灵永昌。既如此，那便让这不应该存在的一切重归混沌。订单齐天大圣孙悟空已完结，所有奖励已发放，无敌状态组成。天道尽灭，万物归虚，是万灵护道，周天星斗助我！老头撑住！乱老猪！北山府，给我！哎！可恶！大圣，请再助我破敌！呀！打得好，可惜没用。这次朕看谁还能救你！道祖爷爷，您开开眼，说句话，他就快把俺们都杀光了。师尊，请指歌。恳请道祖主持天道至公。天命已定，劫数当临，逆天者当诛。道祖，您为何？不对，是感觉。你是谁？我师尊红居，大道化身，怎会有如此空洞死寂的气息？你不是道祖，诸位，他是假的。玉帝老儿，你竟敢用一个假道祖来骗这朗朗乾坤，浩浩三界！那又如何？你以为揭穿了就能改变什么？今日之后，这万界生灵有谁会知道这里出现过一个假道祖？朕只需在天书上轻轻一抹，你们所在乎的真相都将被抹去，尘烟消散，永世尘封。现在带着你们那无用的清醒，死吧！玉帝老儿，俺老猪做鬼也不放过你！跟他拼了！猴毛只能挡一击，该怎么办？怎么回事？什么？检测到跨越时空长河的强烈不公执念，检测到逝者残留意志，主动提交申请，万界殡葬订单生成。逝者人皇帝心，葬礼核心诉求，于万界众生面前葬送被篡改的封神谎言，彰显被污蔑的炎黄之尊。订单奖励殷商人道遗迹，临时权限可引动已被断绝的殷商国运残响，对抗天命书写斩将刀。是否接下订单？切！人皇帝心，天喜星已不在斗内恪尽职守，来此作甚？纣王，他的……且慢，二哥，先管我。送葬人沉默，你为那齐天大圣举犯的葬，不跨越时空长河看死。你的出现，让这无职权有了重回人族，众生命运重归自己掌握的可能。我等这一刻等太久。所以今日，姑要请你为姑为大商末代人皇举办一场葬礼，以我人皇之命为活宝，以这殷商气女之心，烧穿这被书写好的历史，撕开这天命编织的谎言，
我要告诉这周天万界，告诉每一个被命运反复的生灵，我们的命该由我们自己来做主。神皇地心的葬礼，我沉默接了。医伤人道余烬全能激活。万界为证，时空为凭，基于此意，为殷商人皇地心开万界送葬之仪，第一项证明。如来，先前那妖猴的葬礼已是朕之大义，容此辽城市搅动风云，这一场绝不容许再出任何差错。前面真为亘古无义，岂容这些蝼蚁一再挑衅，妄图违逆？陛下所言极是，送葬人，你所倚仗的非常之力，自以为立于不败之地，然因果循环，报应不爽，立刻收手，尚可保全。忽悠，接着忽悠，是不是最好还要我陈道友也带上金箍，再走一遍你们那老屎子81难呢？净坛使者八戒，便是希望你戒杀、戒淫、戒妄语。别他娘的放屁！俺老朱已经不是你佛门中人，俺现在想骂就骂，想打就打，管你丫的清规戒律！说得好啊，八戒兄弟，咱们好汉行事讲究的就是个痛快，哪那么多弯弯绕绕的屁规矩？就是，打不过就说打不过，扯什么因果业力？当年小爷我剔骨还父、削肉还母的时候，怎么没人跟我扯这些？合着这因果报应，专挑软柿子捏不成？哼！阿弥陀佛，我佛慈悲，净坛使者，本座已给过你多次机会，既然你依旧冥顽不化，便只好再行雷霆手段，除魔卫道，假模假样。天蓬，你真以为那个异术能一直护你们周全？屁话真多，有种再战呢！昊天寂灭，还魂归元，那日寂灭。朝歌城，玉帝老儿，你是否好奇，区朝歌城，哪怕他盛极一时，也难挡天威。为何现在仅存一丝虚像，却能挡下你的昊天镜？哼，你又想编什么故事？故事？哼，昔日朝歌之败乃天书所写结局，而如今关于朝歌那一卷相关天书已被焚毁，没了天命约束，代表着大商人族最后气运的朝歌又何惧于天？说得好，天主浩瀚，无以鱼如断发，何足道哉？那要是多破几个呢？荒谬绝伦，气运命数皆由天定，蝼蚁巨咒也妄敢破天。又急，难不成真让我说中了？哈哈哈！若天命真不可违，他又岂会惧我？岂会要那周天子堵住悠悠众口？岂会害怕神权被人权侵覆？俺老朱明白了，这就好比那如来嘴上念着众生平等，转手就给猴哥戴了个箍。这天命就是最大的箍，想给谁戴就给谁戴。阿弥陀佛，金箍为之忘心，任其癫狂，才是害他。我呸！你说为俺猴哥好，你问过俺猴哥愿不愿意吗？咎由自取。六儿也曾戴上金箍，修成正果后便自行拿下。得了，懒得听你废话。既然金箍能取，这天命自然可破。金箍外在之气，天命内在之理，气可除，而理常在。你今日除一箍，明日天道自会生出万般因果，再复其身，破天命。不过是梦中拆锁。因果若真是如此，为何能被大圣打破南天门？为何玉帝屡次修改天书，掩盖失误的笔记？朕即天道，朕之权柄即为天命终极，而等逆天十死无生。终于说出真心话了，朕即天道，好，很好。那今日我沉默，便以万界送葬人之名，以这朝歌不屈之魂为证，以在场所有看清真相之心为凭。像你这天道，像你这权柄，发出第一声丧钟，我要让这万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听见，天命可破，枷锁可碎。从今往后，尊卑不再由你册封，命运不再由你书写。狂妄！朕的规矩就是规矩，规矩就是用来打破的，而新规矩便从这万民不屈之心而立。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我一个送葬人喊他干什么？自然是送葬。一拜，谢人皇筚路蓝缕，开疆拓土，奠我人族殷商基业。给纣王办葬礼，胡闹！这送葬人收了多少钱？纣王可是千古暴君，抢肉饮好喽！王庙提营师，这些事3岁小孩都知道，怎么能给这种人举办葬礼？送葬人生死不傻，殷商纣王罪业罄竹难书，残害忠良，荼毒百姓，人神共愤。你为虎作伥，是想颠倒阴阳，让这万界善恶无报吗？哼，残暴！你们真的了解纣王吗？真的了解过商朝吗？商朝之败不在其身，只因为这天容不下人皇。诸君且看。俺的老天爷，这都是那个酒池肉林的纣王干出来的！这他娘的，比俺取经路上遇到的好些国家都要兴旺。这等国力，这等气象，若这都是暴政，那俺老牛的芭蕉洞岂不是成了乞丐窝？俺当年要是也有这本事，何至于被灵山欺负？好一个圣德人皇！那请告诉朕，这画卷中可能印出当年朕的肉身是如何在朝歌的砧板上为这伟业献祭的？定是妖法，史书白纸黑字，岂能有假？虚妄幻景，纵使万千又何如？生死不傻，一笔一画皆是天道所刻之因果，血债罪业从不因浮华褪色。送葬人，你纵能颠倒人间耳目，可能涂改这阴阳铁律。蛮荒之功也配称皇？沉默！你以幻术惑众，其心可诛。沉默！你先前为猴子举办葬礼，沉冤昭雪，我哪吒敬你是条汉子。可纣王之事，是我与二哥亲身参与、亲眼所见的，难道他的为人我们还不清楚？你现在告诉我，这开疆扩土、注定安民的能是帝辛？那酒池肉林、残害忠良的又是谁？文太师耿直忠烈，若帝辛果真无道，他岂会死守朝歌？可黄飞虎叛商投纣，并非虚言，这其中到底何为真？这俺老猪该信哪个呀？阿弥陀佛，功过岂能相抵？表象繁华，难掩暴虐之实。众生莫被虚妄所迷。何为真？何为假？是你们亲眼所见为真，还是这被天书篡改的史实为假？真相从不靠口舌争辩，且看这万千阴魂亲口告诉你们答案。二拜敬人皇，不拜先神，不祭天地，唯尊人族自强。鬼神不佑，我自拓土；天命不归，我自称皇。艺术沉默。这斩将刀当年在摘星楼顶挥出时，斩断的可不是天命，是比干之心、皇后之魂以及无数忠良的性命。忠良之血未干，应破冤魂未散。艺术沉默，你敬的这位人皇，每一寸功业都浸满了忠良之血，你还有何话可说？我看清了，可我看清的是你们最想掩盖的真相。这些惨剧的确发生了，但它们发生的原因与你刻在众生脑中的截然相符。铁证如山，还想狡辩？引导着贤弟的因果，你动一次还不够，还想当着贫道的面动第二次不成？妄想抹去我徒儿的真相还不够，如今连人族帝王的万古沉冤也要一并勾销吗？放肆！朕统御三界，何须掩盖？何须勾销？哼，看，说中了才会破防，谎言不会伤人，真相才是快刀。玉帝老儿，你展示的尸山血海，恰恰是你罪证的一部分。那些被尘封的真相，现在就由我来告诉万界。为何比干是自行剖析？为何姜皇后眼中是诀别而非恐惧？所以这第三拜，便请他们亲自来说。沉默。三拜，请阴魂为证，照见真实。愿忠魂之血洗清人皇污名，愿蒙尘之冠得还万界清明。晨星昭昭，可见日月。
此祸不息，照我儿孙。陈堂太师闻状，魂归护驾。这天命谎言我也腻了。有劳四位前辈，既已归来，便请以魂为笔，以意为墨，将这被掩埋的真相、被驱邪的史诗昭告万界，揭穿这天命的虚伪。阴伤阴魂，正告诸天，血债血偿，天命当诛。大王，臣这颗心方才感应到，臣大限将至，此心当为苏娘娘所有。荒唐！孤为人皇，统御人间，天命怎可强夺古公之心？亚父，孤绝不准你身死。大王息怒，臣看见了另一番结局。若明日不随天意，5时3刻，天火将亲临朝歌。届时天神要去，便不是老臣之心，而是万千殷商子民的性命。我们多年的隐忍筹划将尽付东流啊！那计划难道就必须以亚父你？大王，计划不可坏于此时。以臣一命，换天下子民周全，换我搭上根基不毁，千职万职。此乃臣自愿入局，请大王三思。此事容姑在意。亚父，你先回去。妾身旧疾复发，心痛难忍。听闻亚父生有七窍玲珑心，可医此疾，请大王取亚父之心，为妾身入药。妲己，你在说什么胡话？此乃国之亚父，你怎敢？娘娘既有所需，臣愿献此心。亚父，大王莫哭，臣知您为难，以此一命换大商万千子民安稳，臣九死不悔。只是苦了大王，你要背负千古骂名。但只要人皇之位不坠，我人族希望便在。请大王莫要怪罪娘娘，以大局为重，顺着天意演完这场戏。亚父，不！往后，大王，臣妾先行一步，还请大王一定要保住亚父。他是七窍玲珑心，能看破虚妄。他是你，是我们大商对抗天命最清醒的眼睛。此天当诛！人族气运日渐鼎盛，人皇位格已触及天道权柄，长此以往，神权何存？人皇之位当废。然可见人间气运流转，王朝更替之际行事，殷商气数将尽，西岐姬昌性情伪善，易于掌控，可为天子人选。大善，也以此次杀劫为契机，行封神之事，凡人族应劫炼器士皆可上榜，享人间香火供奉，令其真灵与气运皆为我天庭所用。自此，人族永为香火之奴，再无连皇，只有天子。臣西伯侯姬昌叩谢天恩，周氏永为天奴，代天牧民，绝人族修炼之根，断人族自强之念。凡有悖逆，皆曰为天。此榜关乎天地秩序，上榜者受天庭节制，享人间血食香，人族气运将由此宝归于天道。谨遵师命。玉帝，你听见了吗？这就是你要的忠臣之心，用它来编织你的谎言，巩固你的权柄。你这9天至尊，可有一刻直视过这淋漓的赤诚？我们的骨肉亲情、夫妻之义、父子伦常，在你眼中都只是棋盘中可以随意摆布、随意玷污的棋子。你这天道何其冰冷，何其残忍！玉帝老儿，我这万界看着被你玩弄于股掌的众生，变造天命，操纵战争，使我等小厮是父子相残。你这凌霄殿辉煌，哪一寸竟在众生绚丽冤屈之上？你也被称尊？
什么封神榜，真当我们愿意吗？心是假的，妖是假的，忠是假的，奸也是假的，连这漫天仙神的存在都是建立在西施人族狗血的基础上。玉帝，你这三界主宰可比我还会骗会演。这狠了！你们以为揭穿了便能改变什么？蝼蚁知晓了自己是蝼蚁，就能变成巨龙吗？也罢，既然戏台已被你们拆得七零八落，那朕便换个唱法，激发何在？臣在。儿子，大哥，二哥，臣姬发奉诏前来，愿为陛下平定下界纷乱，正本清源。周天子有心了，你父文王演八卦，你周氏承天命而代商，最知这天命二字重于千钧，容不得半分忤逆与欺瞒。陛下圣明。说到欺瞒，杨戬，朕的好外甥，司法天神，你告诉朕，也告诉这万界众生，一个司法天神，若是自身便欺君罔上，阳奉阴违，纵容至亲触犯，乃至图谋篡改天条，该当何罪？玉帝老儿，你还要不要脸？还想劈山救母，修改天条那档子事儿，当年在凌霄殿上早已了结。乾坤钵是他劈的，华妃是他拆，新天条也是在三界众神眼前立的。满殿神仙，有一个算一个，当时可都没放半个屁。如今时过境迁，你倒拿出来当作罪名，要挟自家外甥，我呸！俺老朱都替你臊得慌。大胆！凌霄殿前旧事，乃是陛下天浩荡，法外施人。新天条是立了，但厉规与坏规皆是天恩。如今尔等聚众作乱，辱及陛下，便是再大的秀功，也抵不了今日的滔天大罪。陛下心中早有定论，又何必再问？司法天神之位是陛下所赐，但有些事对错不在天条，而在人心。好一个在人心！周天子，那这监刑之责便由你来担负，以正视听。臣遵旨，定不负陛下所托。天行昭昭，万界震见。逆犯沉香，屡犯天威，勾结下界，图谋不轨，罪先扬产，私动凡心，滋生孽障，屡教不改。今数罪并罚，于53刻斩仙台上，身纹铜珠，以正乾坤。沉香，三妹，去！杨戬，看热火花果山，看看这些抗天的妖众，这便是你人心对错选的路吗？会私情而忘公义，必亲眷而叛天庭。你今日每向前一步，都是在将司法天神公正之名亲手撵入尘埃。阿爷，止步吧。好，康老大、张老二，连你们也要拦我？对不住，军令如山，天命不可违，咱可不能不了营商覆辙。那就踏过去。结阵，天罗之神。杨戬，莫有执迷不悟，琵琶世所困。混元散界，至！真君，天命惶惶，莫逼我等全力施为，升级就义。就凭你们，也想拦住我？黑山府，我逼开这牢笼！灭！六折之灭！四圣天环！灭！舅舅，二哥！原来如此，朕神炼，难怪当年被大禹王锁于龟山的无知气会脱困，没想到竟是尔等监守自盗，此去上古重器，只为今日对付自己人。好一个天庭，好一个玉帝！真后悔当初斩杀你9个儿子时，听了广寒仙子劝诫，我当时就该冲上凌霄殿，斩下你这颗昏聩头颅。
杨戬，放肆！陛下那三界公主更是你的亲舅，天地君亲，伦常纲纪，岂容你如此狂悖羞辱？你身为司法天神，口出弑君弑亲之言，已是罪上加罪。我大周以礼立国，尊重君臣父子之序。你今日所言所行，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与那乱臣贼子何异？若依周礼，当受折刑，以儆效尤。折刑，肢解暴尸，以惩叛逆。姬发，你怕是忘了，我杨戬修的乃是八九玄功，早已肉身成圣，万劫不磨，凭你也配他肢解我？呀！冥顽不灵，不好！小友且慢，二位前辈，这是何意啊？小友莫急。姬发而敢！杨戬老弟，牦牛来也！哎呀！欺负到俺兄弟头上了，吃俺老猪一耙！拦住他们！大哥，二哥，三弟回头是岸。哪吒，父王之事，我们已从观音大师那知晓，难不成你还要一错再错？三昧真火！大侄子，你他娘的真要对你亲爹下死手啊！弱水三千，感谢！老牛，擒贼先擒王，破了那黄月！蛮牛之力！大侄子，火气别这么大，想去哪儿啊？跟你二叔唠唠。谁是你大侄子？吾乃观音大师座下善财童子，尔等不敬神佛，陷害大事，搅乱天道，何该形神俱灭？哟，大侄子，今儿个是佛诞法会还是禅修啊？你咋有空跑俺这小庙来？二叔，别急了，大师呢？不是念经就是打坐，不是打坐就是听讲，闷死个人。我这是自行参悟，外出游历。你可千万别告诉我爹我娘，还有龙女和大师。得了，看在这声二叔的份上，俺老猪就装不知道，留你多几天清闲。多谢二叔。这小崽子逃班就逃班，还自行参悟，说的跟真事似的。而几日怎会调教的完全判若两人？难不成又是天书？出魔！啊！我靠！大侄子玩阴的！二位前辈，你们不动手，难道此刻还要拦着我吗？朱兄他……小友稍安勿躁，天蓬不会有事。我们首要之务是护你周全，直至人皇葬礼功德圆满，此乃逆转天机之始，不容有失。道兄，你也敢知道了？方才那一刻，我乾坤袖内的那书忽然震动不止。难道是他？他奶奶的，差点成烤猪，幸好有弱水护体。孽畜牛头，今日便拿你做一道炭烤牛排！义子，你还敢对你老子动手，反了天了！看今晚回去，不让你娘抽烂你的屁股！三太子，别跟你那俩哥唠了，快来帮忙按住这熊孩子！呆子，你看我像抽子看身的吗？三弟，对阵之时还敢分心他过，你的乾坤圈、混天绫金砖至今不见，难不成是瞧不起你大哥、二哥？大哥、二哥，你们都被观音骗了，李靖那时根本就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事实摆在眼前，何必狡辩？今日我们便替父王行家法、正门风。你们怎么就听不懂人话啊？难道猴子的葬礼你们都没看见、没听见吗？这兄弟仨的糊涂账一时半会儿算不清，老牛那边父子也都快打出真火，到头来还得靠俺老猪自己。我靠，偷袭！
启发！哼，天蓬元帅，我劝你最好莫要再煽动。嘿，启发小儿，你滥杀无辜，与刽子手何意？少在这儿跟俺老朱阴阳怪气，俺老朱可没什么把柄在你手中。哦，是吗？你当真以为皈依了佛门，前尘往事就都能一笔勾销吗？你什么意思？幽冥沉沉，律令昭彰，野卷寒霜，魂火惶惶。幽冥开道，小友当心！如此是苍生如草芥，这就是所谓的仁义之师吗？有请地府首席判官陆之道，陆判官携生死簿上计断此因果。哈哈哈哈！幽冥执笔断阴阳，铁锁勾魂愿自偿。因果循环皆有数，旧债新偿天理彰。翠兰，翠兰，岳丈，岳母，不对，你们是凡人，这都过去几百年了，你们早该入轮回，投胎转世，甚至都不知轮回几次了。你们的魂魄怎么可能还在这里，还保持着这个样子？陆判，对他们的魂魄做了什么？你身为判官，竟敢罔顾天道轮回！天蓬元帅何必如此激怒？天道轮回难道就不能回顾一下吗？你放屁！轮回只有向前，哪有逆转？寻常自然没有，但若有陛下亲执天书篡改命数，即再有判官手握生死簿勾销往生记录，那又有何难？你什么意思？好好叙叙旧吧，天蓬。她可是被我们从好几个轮回之后捞出来，比如唐末那位投河自尽的歌女，五代时病逝的绣娘，宋初那位难产而亡的行商之妻。为了捞出高翠兰这一缕魂，她之后几世转生的魂魄可都已尽数抹去。此刻的可是她最后的一魂一魄，若出了差错，高翠兰将永绝于天地，再无来世。他们也一样。相公，救我！贤婿啊，看在往日情分上，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啊！畜生！你们这群披着神佛外衣的畜生，你想让俺怎么做？简单，退出此战，安安静静的看着。启发，你用过去要挟我，但你是不是忘了，我这场葬礼送的就是过去？送走？你个艺术拿什么送？凭你这点微末道行，还是凭这些早该消散的前朝孤魂？神皇帝心，诸位先贤，前尘已肃，冤屈已平，沉默不才，今有一请，可请诸位以此身最后一程，为天地正心，为生民争命，为往圣昭绝冤，为万世开新天。好一个正心，好一个昭冤！孤一生逆天而行，败于阴谋，亡于天命。今能以残魂助你正此天地之心，争这万民之命，正是死得其所，胜过在那莲台凌霄做万年离宿。沉默，这开新天的第一捧星火，孤愿与你一同点燃。愿随吾王，正法昭冤，民变复生。复活的追猎还未结束，姜子牙那老匹夫竟如此难缠。花果山此处有生巨兵，必须速决。姬昌那边何时了结？回陛下，父王已将目标追至藏龙谷边缘，战局瞬息可定。黑水莫麒麟，此时不回，更待何时？区亡魂，也敢在本官面前放肆，阴司铁律，岂容僭越？没责，朕邪。朕大伤太师文仲，运营九霄雷击，一荡寰宇，正天地之法，运去冥府之水，洗尽冤屈，招往圣之冤，以此残魂力魄，为孤王，为这争命之众生，
北泽开路！好，好，好！文太师，这风头可不能让你一人出尽呐！瞧瞧，在你们那本破天书里，把贫道写成个什么灾星背信小人？呸！无非是因我乃玉虚门下，却看穿了尔等以天命为皇，行胡断专权之时的龌龊。这世界何曾真是你天庭一家的私产？你们还蛊惑我师师姜子牙与我反目，天书一夜炼成的封神榜，将商周阴魂尽封其中，沦为尔等门庭奴仆。今日道爷我便连我师兄的那份憋屈，带着这人族被欺压万世的公道，一块跟你们这狗屁天庭拼一个不死不休！朕比干愿燃心火，为这招元之路照彻一切谎言，明辨所有中间，心火不灭，真伪自现。本宫愿散此魂火，护持那些在征命途中无力自保的妇孺孤弱。星星所看，愿第一缕光先暖世上苦寒人。送葬人扩清寰宇，重立新天。这第一道烽火，待你点燃，由万界共振。那便以此棒定此土，以此魂铸此心，以此火焚尽旧天，召见新徒，殷商玄鸟，此时不现，更待何时？错了，都错了。若想毁掉天书，必须前往祖龙岭。师兄，江叔，这是江少，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执掌封神、安定天下的太公，怎会龙坑都没能困死他，还逃到了这里？亚父，坚持住，巴尔来救你了。死的畜生！死不像！尔敢！你是送葬人？没错，再往前一步，我不介意今天多送一场葬。师兄，西发，你再敢动我师兄，我让你终是全族陪葬！江少，你乃昆仑高徒，执掌封神榜，统御周天政事，怎会沦落至此？大王，罪臣江上，愧对大上。请先说话。天书虽是关键，可若真想摧毁天书，仅靠我们和送葬人根本做不到。唯有找到人书，才能与天书对抗，重定秩序。而人书的关键在祖龙岭。金吒、木吒、红孩儿，随我诛杀江上，斩仙台，即可行刑。雷神六兄弟，四大天王，全力压制杨戬，绝不可让他挣脱。大哥、二哥，你们真要给姬发当提线木偶，是非不分了吗？三弟让开，天命所归，周氏当心，逆天斩姬为魔。小崽子，我是你爹，你真当那狗屁佛光比咱们家芭蕉洞的火还暖吗？善财童子奉命诛魔，挡路者同罪。他奶奶的！姬发，你以为你爹姬昌带着细细精锐在藏龙坑布下天罗地网，就能拦住我吗？移山祖龙岭，始皇云简，送葬人拜托了。阻止他！两位师侄，看看你们自己，你们心底是不是还觉得那哪吒师侄是魔童，是祸害？三弟屡犯天条，堕入魔道，事实俱在。他伤害父王，大逆不道。果然呐，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任你怎么努力都休想搬动。难道如今天道的所作所为还撬不开你们心中的枷锁吗？你们还要做这天命的走狗吗？逆天者死！残魂，再死一次又何妨？沉默，接刀！这未来交给你了，走！警告：送葬失败，订单未完成，奖励收回。检测到下单者意志，重新检测。人皇意志，星火永传。人皇地心葬礼订单强制完成，奖励人道遗迹已转化为永久状态，斩将刀已彻底绑定。神皇到最后都在帮我。我算什么送葬人，连一个完整的葬礼都没能给您。为君者当知取舍，地心选最值得的路，
而你还要在此哭到几时？啊！送葬人沉默，男儿膝下有黄金，朕面前不必长跪，起身说话。这是大秦始皇帝嬴政，正是朕，这就是我那迷人的老祖宗。汝为齐天大圣，人皇帝辛送葬，朕也知晓。帝辛是最后一位不拜苍天、不敬鬼神的人皇，姬昌是第一个会受天命、自称天子的周王，而朕是第一个向天宣告皇权人授、统御四方的皇帝。天子拜天，而皇帝治天。好一句皇帝治天，不敬天，不畏天，甚至要御天。这便是始皇帝之胸襟气魄。原来史书连1/1000都未能写尽。哼，陛下，这是天子所，周氏受天命所铸，凡逆天命者，皆受其制。朕不服，故王后所加身。什么？朕统一6国，书同文，车同轨，度量衡归一，设郡县，废分封，欲立万世不易之基业，是我华夏永绝内乱纷争之功。然天命不允，非是朕德不配位，而是这天嫉妒朕，畏惧朕。朕欲开万世太平，他便令大秦20而亡，非尽人祸，乃天意反噬，欲断皇帝之道，使后世君王永为天子傀儡。陛下，无妨，他们不会伤朕。此4道所炼，乃后世4位帝王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朱棣之意志所化。他们生前皆曾以各自方式打破天命之律，死后却被天书炼为锁链，既锁朕，亦被朕锁，彼此牵制，共困于此。什么？您是说此地除您外，还困有4位华夏帝王？非也，肉身已逝，为一缕不甘被天命所控的帝王意志。如且抬头，此乃周氏受天命所铸天子剑，专斩逆天称帝者，本该落下，将朕神魂俱灭。然有汉家4帝，与南北贤君刘邦、刘启、刘彻、刘秀、刘裕，察觉天命之险恶，主动灵魂化锁，将其困住，暂保朕神魂俱在。可大汉不是与西楚共同推翻了您的大秦？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朕之大秦虽亡于2日，根源却在天命计划。可若后世之主能承继一统之志，使华夏百姓安居乐业，那便是换一个国号，又有何妨？朕所求从非影响一家之万世，而是华夏百姓之永昌。非为一家一姓之私仇，乃为华夏万世开前路。天命因惧而阻他，后世明君因进而助他，这哪里是困锁囚牢，分明是一座由10位帝王意志共同镇守的不屈丰碑。后世晚辈沉默，今代古今往来，所有华夏子民，谢始皇帝，谢9位帝王，为人族开此不屈之路，留此不灭火种。此路艰险，天命高悬，然人族之愿便是自强不息，永不跪天。晚辈沉默，愿成此志，虽九死，其犹未悔。送葬人沉默，如既明此节，朕便直言相托。此间困锁，非朕一人之家，是朕与汉唐宋明10位帝王之魂魄意志，共抗天命之久了。朕等在此已等得太久，今日朕便以这大秦始皇帝之名，请求于汝，为朕亦为这9位不屈之后辈帝王举办一场葬礼，一场昭告万界、焚烧天命谎言、解放10帝意志、重燃人道星火的万古帝葬。检测到复合性极致葬仪诉求，特殊联合订单生成，10帝归天，祖龙破锁。核心诉求： 1. 昭雪始皇千古无名； 2. 获得10帝意志共鸣认可； 3. 斩9锁，解放10帝意志，助嬴政魂化主龙，凝聚帝王气运，奖励人道气运。9龙玉玺是否接收？这还用问？此葬我送定了。订单接取成功，葬礼第1阶段证明破锁开启。聒噪的猎犬终究是嗅着味儿闯进家里来了。本王有令，攻破此陵，风雷助我。是姬昌，不止，黄天化钻心钉可破万法，雷震子风雷翅能裂山河，还有当年最激发伐纣的功臣们，他们是天命最忠臣的猎犬。即便此陵外有结界抵御，也不宜久留。这结界还能撑多久？看那群猎犬的疯狂程度，最多3炷香。
你听见了吗？这不仅是公明的战果，更是为你我乔小的丧钟，但也可以是为这腐朽之天奏响的葬乐曲序。不！地气翻涌，祖龙意志竟活跃至此，不妙！黄天化、雷震子，不必犀利，全力攻破结界。因内逆天者正在行大逆之事，你闻王命！没时间犹豫了。后世送葬人沉默，今于祖龙领前，请十地阴魂见证。此地一败，不败天地，不敬鬼神，外治天下所有被天命所缚却仍不甘心再挣扎的魂。地气共鸣，这不可能！怎么回事？大风起兮云飞扬。检测到强烈意志回应。十地归天祖龙破锁葬礼第一阶段，证明破锁正式激活。首锁汉高祖刘邦已感应，请宿主准备应对帝王意志质询。小子，你这排场配得上乃公了。您高唱安得猛士兮赏四方，荡平天下何等豪迈！可晚年在手持太子里写什么？无造乱世追思兮所行，多不是。你在反省什么？您是在反省杀戮过重，权术太狠。不，您是在痛恨，痛恨有些事往事如云也无可奈何，比如戚夫人母子的人质惨剧，比如您想保全他们，却最终不能。您的多不是里最大的一桩，是不是这天命，连您这开国皇帝安排身后事的权利都要夺走，都要扭曲？小子，你够毒，专挑人心窝子捅。因为捅我心窝子的是同样的东西。孙悟空战力齐天，却死于灵山火焰之下。地心为人族开疆，却被写成荒淫暴君。您刘邦开400年汉室基业，却连家事都护不周全，这就是天命，这他娘的就叫公平。若这锁链锁住的是您这份不甘，这份对身后事无能无力的愧恨，那今日我陈默就帮您把这该死的锁砸了。您敢不敢再与我等后辈战一次这天？哈哈哈哈！好，骂得好，小子有种！哈哈哈哈！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首锁已破，帝王气运开始汇集。破锁越快，则见诛杀之意越急。下一锁是谁？逆天者找到你了。继续你的仪式，猎犬，朕来拦。打断的送葬人，他手中香火便是仪式关键。断香，收手。大招！陛下，我分析，做你该做之事。祖龙之地，朕尚有余威。混龙，生渊，什么东西？怎么破不开？现在无人能饶你，继续你的葬礼。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推而为主，无道则弃而不用。承天道，顺民心，承情还语，爱百姓，严军规，精忠报国，不怕死，不贪财，生死同心。太宗、太祖，这两位竟然一同显化。逆天后辈，尔凭何道破此局？太宗陛下，您曾为求贤，夜不能寐，愿鸡鸣关早开。若房玄龄、杜如晦之才，生时便被天书写定为庸碌蠢才，您还能否有贞观之志？洪武皇帝，您杀尽江南100万兵，又与西风战一场，如今这天就是最大的西风，他让您从乞丐变成皇帝，也能在史书上让您面目全非，更能让您后世子孙自相残杀。您这变身穿就黄金甲，可能护得住，可能改写他定好的结局。巧言令色，朕开创贞观，正因顺天时而用人，因民心而治国。如您所说，天命早定，
方玄灵杜芦荟为庸碌之辈，朕根本不会遇见他们。你所谓逆天改命，不过是无知妄语，撼不动朕心中大道。你的刀看得进贪官，震得了藩王。若后世子孙相残是天书所写，咱现在就挣断这锁链，出去杀光那些不孝子孙。何须你这小辈在此聒噪？你们不是不信，是不敢信。放肆！区小辈，安敢妄测帝心？胡言乱语！信不信咱诛你九族？妄测胡言？不是你们怕了，你们怕想起玄武门前的血，北伐路上的霜，凌烟阁上的名，洪武朝堂的苦。你们一生争吵，功业骄傲，到头来都只是别人笔下早已写定的几行文字。大胆！既然你们忘了，那就是晚辈不敬。王皇人道，召见前臣。何为天命？何为父权？不是太子又如何？这大唐的太阳即日起由朕升起，玄武门就是朕的登基台。贼老天，你不给咱活路，咱就杀出一条路。陈友谅，你有60万大军又如何？咱今天就告诉你，人定胜天。贞观之治是您逆了3年大灾的命，洪武北伐是您改写了江南饥荒的局，哪一桩不是你们从这天命手里硬抢过来的？你们早已在逆天，只是被天命这2个字蒙住了眼。现在我问最后一句，你们是愿意继续困在这锁链里，当着天命功臣，看着后世子孙的命运被一遍遍涂改戏弄，还是敢像当年一样提起你们的剑，握住你们的刀，争一个自己书写结局的资格，为自己为华夏再战一场？好一个自己书写结局！朕想起来了，朕这一生南征北战，定鼎社稷，开创盛世。可回首望去，每一步竟都似在蛛网中挣扎。立储之患，兄弟阋墙，晚年困于丹术，乃至身后评说，桩桩见证皆有那无形之手拨弄痕迹。朕最恨的也是这身不由己。小子，你可比刘伯温还敢说。咱当年能从一个破碗打到一座江山，今天就能从这条破链子打到那天书的老巢，把玉帝老儿的笔杆子都给撅折喽！必须先破始皇帝身上剩下2条锁链，让余下4弟锁链全力限制天子剑，否得陛下威仪。文王，父王来了！周文王姬昌，万古帝藏该结束了。以香火引帝魂，以言辞破天锁。送葬人，你倒真是个人物，可惜结束了。姬昌，你要做什么？勿惊，只是助这剩余的4位帝王清醒清醒。陛下，姬昌，你竟敢篡改帝王意志！老子最恨背后捅刀的小人。篡改，尔等后辈莫要忘了根本。朕姬昌受命于天，乃是这人间第一位天子。天命在人间的开端，正统的源头。尔等不过是后世几缕心有不甘的残魂，困于锁链，连自身生死都操之于天书之手。朕乃执棋者，尔等连棋子都未必算得完全。此刻又能奈我何？第一个天子，正统源头。你所谓的受命于天，不过是跪得最早，跪得最稳。你开辟的不是人族未来，是给万世套上的枷锁。愧，幼稚之见！吾乃文王承天受命，开创周礼，定鼎800年社稷。你看这800年间，诸侯虽有征伐，然礼乐维系，百姓得休养生息，有所终，又有所养，此乃天道秩序，人世安宁。岂是你口中枷锁？而等后世悖逆，战乱仍平，民不聊生，才是真正断了脊梁，是吗？桀纣无道，天命革之，朕顺天应人，借民盗权，方有800年成康之治。岂是嬴政那焚书坑儒、2世而亡的暴政可比？那你敢称帝吗？你不敢。以姬昌所行之王道，听命于天，卑躬称子，民为共主，实为天奴。
你统领的不是自主的人，而是替天牧守的羔羊。而皇者光也，皇皇盛大人道，帝者地也，主宰自身命运。始皇帝扫六合，立不世之功，废分封而立郡县，书同文，车同轨。他铸的不是天授之权，是人道一统，自强不息之基。他的皇帝尊号得见的是先帝筚路蓝缕之三皇，功过的是部落联盟共主之五帝，何曾向上天乞讨半分？而你姬昌，你毕生所求不过是在天画好的牢笼里当一个最体面的囚徒头子。你制定的礼乐是让囚徒们安分守俭的枷锁，你所谓的800年安宁是牲口在圈里的平静。你可曾有一刻想过砸碎这牢笼，为人族争一个真正的自主，而不仅仅是天命下谈康？所以你不敢，也不配用皇称帝，你连真正的神主都算不上，你只是天命的第一个，也是最顺从的奴才。巧舌如簧，找死！天奴尔敢！贼亲王，风雷助我！此地二害，不起仙佛，不补吉凶，拜至千秋万代，所有敢为人族另立新天、重定规矩的开创者。愁死了！一同杂讯，区区残魂怎会有这等力量？我的风雷之力竟被完全压制。老四，告诉咱允文何在？父皇，建文君已没于宫中火。没了？好一个没了！那你这身刺眼的龙袍是你侄子禅让给你的？朱棣，你看着咱的眼睛说，你这皇帝当得可名正言顺？父皇何不问？建文的刀架在儿臣脖颈时，您在何处？他听信齐泰、黄子成一道接一道的削藩诏令，不是训斥就是宣祭。襄王伯被逼合宫自焚，何其惨烈！到儿臣这里，更是派张炳、谢贵为了北平府衙，步步紧逼。800就800。父王，朝廷势大，名分已定，此事凶险万分，恐非万全之策呀。老大，爹知道你的顾虑，但刀已经架在脖子上了，没有退路了。不起兵，咱们全家就是下一个襄王府，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杀！他不给活路，儿臣不起兵。今日所在此地的，便是儿臣何府的冤魂。父皇，您给儿臣征战之能，受孤之责，却独不给生路吗？所以你就让天下再打4年仗，死几10万人，这就是你给天下人的生路。是，包括儿臣的永乐大典，五征漠北，万国来朝，就建在这尸山血海上。但这条令大明辉煌的路，它通了。伦常已乱，逆者当诛。老四小心！父皇，父皇，为什么？为啥？你是咱儿子，你说为啥？要是你娘知道，咱这爹眼睁睁看儿子死，可是会不认咱的。爹，哭啥？咱都死过一次的人了，爹怎么教你的？男儿有泪不轻弹。来，扶咱起来。是你那句不给生路，把咱骂醒了。咱光想着铺路，怕你们争，却没有问你们想不想这样活。爹错了，爹错了。这就是宋太祖赵匡胤在千军万马中夺天下的实力，难怪10载一条敢帮猛身旗，打下400座军州。这般单兵武道，怕是古代帝王中唯有天策上将李世民能与之掰腕子了。宋藏人，朕出身行伍，见过5代10国，人命如草，礼崩乐坏，那才是真正的乱。所以朕陈桥兵变，不循周礼，天下自然大乱。朕在天上可是看着你赵匡胤黄袍加身，篡位自立，杯酒释兵权，猜忌功臣，瓦解异信，此乃乱源之始。荒谬！
五代之乱在于兵强则逐帅，帅强则叛国，人命朝不保夕。太祖皇帝杯酒释兵权，失去的是武将拥兵自助藩镇割据的痼疾。他用一席酒宴，一份后路，换的是天下兵权平稳，收归中央，是终结持续100年的篡世循环。他猜忌的是动荡的苗头，瓦解的是战乱的根基。这不是乱源，这是大势之机。没有此举，何来此后文治盛世？难道要像你周朝一般，放任诸侯做大，最终礼崩乐坏，天下纷争800年吗？你用1000年前的周礼尺子来量后世万变的江山，量出的不是对错，只是你的迂腐与无能。巧言令色，以你之言，君臣相宜，以书御下，反成了千古功德。周礼分封，乃安天下之大义，纵有纷争，亦在礼乐之内。尔等后世，君臣相视，父子相残，才是伦常尽丧。所以，你周礼安出的天下，就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血流成河的800年，这就是你要的不死人的礼乐之内。哈哈哈！好，说得好，宋藏人，这果然没看错你。身于此地困锁1000年，却也看尽了身后事，看尽了靖康之耻的屈辱，看尽了半壁江山的风雨飘摇。朕失了兵权，定了文治之基，却也留下了强干弱枝、积贫积弱的祸根。后世子孙守土无方，御敌无策，百姓蒙难，此非他们一己之过，源头在朕。这杯酒，朕敬得草率了，这天下朕治得有亏。今日便为后世赵宋君王之过，向这古今天下赔个不是。惺惺作态，虚情假意。你说的这些悔恨之词，在这密闭的陵墓之中，万界之内，又有谁能听到、看到？哦，谁说他们听不到、看不到的？太祖皇帝，后世子孙坐享您杯酒释兵权的太平，却以积弱之名诋毁您一生功业，是我们站在后世制高点上无知审判，苛责先人。先生拜谢太祖奠定基业之鉴。太祖陛下，你是从何时开始将此地之事昭告万界的？自然是从我踏入这祖龙岭，点起第一炷香的时候，无知老邓。庶子，自问此事不行，更待何时？不如等流姓江山，诛此逆迁祖龙。不好，来不及了！此地3败，无人命数，不遵宋命，败人族，万古不屈，自掌命运的脊梁。这不可能！正在4帝天命之间，怎会被一言喝碎？陛下，7国之乱时，您斩晁错，平叛乱，心里最痛的不是藩王反了，而是差点让文帝陛下，让您爷爷他们流尽血，才拼来的这个一统，在您手里破碎吧。武帝，您把匈奴赶到漠北，在狼居胥山祭天。史书说您穷兵黩武，可我知道您心里憋着一口气，凭什么我华夏儿郎要世代给草原当羔羊？宋公主，这口气您替我们出了。光武皇帝都说您是位面之子，天降陨石帮您，可昆阳城下那真正砸垮王莽大军的，哪是石头啊？是天下百姓对汉这个字死都忘不掉的念想。您听见了，所以您赢了。宋武帝，您从市井小儿一路杀到皇帝位，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您打的不是江山，是为我们这些被称作男人的汉家子弟，硬生生从胡人刀下抢回了一片能说汉话、祭祖宗的天地。毁我神剑，乱我天命，祸我帝魂。沉默，你这祸乱3界的妖孽！本座要你形神俱灭，永世不得超生。以周氏800年国运为祭，无极场本命神魂为引，八卦逆乱，乾坤同济。不可往，我亦可往。柔能克刚，弱能胜强，气能寒刃，精力问天。安内攘外，此内即人族天地。看了这么久戏，再坐着，这对不住我老刘家这些诚信。
昏了。大唐公敌所指，大明烈焰玄甲，大后温然一息。送葬人沉默，生前身后名医西界，请你为这万马地藏行最后之礼，画终结之笔。万界构建，时空为证，今以不屈之魂为先，与人族几头为背。前世皇帝嬴政，即历代人族先帝之造，至此礼毕。天道齐会！哇！沉默，父王何在？姬昌，逆天而行，献祭不育神魂，欲行灭绝之事，自然已是。什么？不可能！父王，好一个送葬人，葬了妖猴，葬了暴君，如今连初代天命之主的魂也让你葬了。此等祸乱乾坤、颠倒伦常的艺术，为天庭一域之敌。今日便以三界共主之名，召寰宇正朔，行天道终极之法，将此寮及其庇护之众，万界之中彻底抹除。众先清诸佛尊，此时不出，更待何时？天数有变，艺术当诛，顺天者易，逆天者劳，尔等劳矣。文王父亲，天人之序重于私情，今日非为子报父仇，为正天序。阴阳有序，生死有报，擅送葬而乱轮回者，归我幽冥，永镇无间。阿弥陀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施主之念已成魔障，今日便由我佛门助你解脱。呵呵，好大的排场！但是你以为就你们有神吗？这是什么力量？我的伤势竟然痊愈了！看来贫道手中那本《山海经》也是时候彻底解封，重见天日了。今见后世星火汇聚于此，振兴盛会。这天若拦路，便踏过去。天不公，换新天！看清楚了，这才是人。你们的天书写得了个人的生死，定得了王朝的兴衰，和你们写得进这千秋万代、薪火相传的不屈与创造吗？今日我沉默，便与万界生灵共诸天。天道所炼，复命秦魂。锁链越打越多，周天星陨落，掌中佛果震，九幽开门，万鬼噬魂。天眼开！娘，这次我们一起。大哥二哥，咱们兄弟多久没一起打架了？那可太久了。走！天命绝不可违，以天道之名重写终局，逆天者沉默及其从众，当于此神魂俱灭，因果尽消。人说人道之际，不是早已在盘古大神身陨石就？不可能！
这不可能！玉帝，你们看好了，这就是我们每一个生灵不愿屈服，想掌握自己命运的心念。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这一天。地书，镇元子，你藏得够深，地书竟在你手。阴道执掌地书，见万年大地哀鸣，生灵涂炭，皆因天命强加，故将其封印，隐而不发，只为等待唤醒人书，为人道而战之人出现。天书鼎立，地书载物，人书主心。今日三书当据，朕乃三界之主，天命即朕意，朕之笔下，众生皆为蝼蚁，休想逆天。从今天起，天命由己，众生自主。天命由己，众生自主。不，真是天地，真是不，这真是天地，三界共主。不，别改，别改，朕的命，天书呢？朕的笔呢？天命不可违，不可违呀！朕的江山啊！爹，臭小子！疼！爹，疼！天命已改，天书易主，你们还想再战吗？阿弥陀佛，因果循环，报应不爽。佛门愿遵心绪。天道有暇，人心卜之。今日三书齐聚，当重定乾坤。天书定序，地书载物，人书主心。三书合一，从此命运自责，众生平等，万界归真。尔等受旧序浸染太久，当入轮回池，洗净铅华，重修真我。送葬人，你送走了旧天，也当见证新天的诞生，好自为之。嘿嘿，接下来准备去哪儿？作为万界送葬师，自然是哪儿有冤屈，哪儿有不平就去哪儿。检测到新订单，为不屈的意志送葬，地点未知未免，是否接取？接。走了，回见。兄弟，保重。